往死了砍，往死了砍。你们就记住了，网上的那个价格，这是抖音上那个价格啊。你们买车，就是你们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去抖音去看一下价格，对不对？然后那个抖音的价格就特别离谱，低的特别离谱，然后你们就觉得说，哎，跟那个抖音的价格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话，其实大差不差。抖音的那个价格其实已经给你标出来，大差不差了。但是有的商家他不愿意，就是给你这么低的价，特别是那种一线城市，就是那种比较城市啊，他可能就是就那种比较大的城市的话，他不会给你太大的折扣不会给你太大的折扣，那你就要那个送品呗，你要那个保养呗，你要他3次保养，这是起码的。起码的你就要3次保养嘛，往死了砍呗。你要不会砍，你找别人，你找那个会懂车的买车的人帮你砍呗。我觉得3次保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几率的3次保养，你想想，你看你自己开车的频率呗。你像我一年我开不上，我一年好像开了1万，一年开了1万公里。1万多公里，我一次保养1万多一次，那你其实4万公里你保养3次，我觉得这挺好了，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你这3次其实能贯穿那个就是你的保养这一块所以就是哎呀，买车这个东西，就是奥迪呀什么的，大众啊，它本身它这个故障率就比较低就奥迪。我非常喜欢奥迪，我非常非常喜欢奥迪。我这是没办法，我当时因为奥迪的那个6、7座什么的，就是我觉得空间有点小，我才买的那个凯迪拉克。那我就觉得说凯迪拉克可能就是说稍微硬朗一些，然后空间稍微大一些。因为我其实心里最喜欢的是凯迪拉克那个凯雷德嘛，我是喜欢那种车。所以我就选了凯迪拉克，但是其实奥迪我也很喜欢。如果说就是能买个 A6、A8，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A6、A8 已经很好了。对，奥迪你就买小轿子，就很帅，我觉得很帅。虽然说它那个豪华程度，它不算是特别特别豪华的那种其实同性恋买车其实还是在乎外表和那个内饰的就是奥迪的内饰外表都好，我觉得都好，对，都很漂亮。就是什么那什么还有就是那个马自达也推荐大家买马自达也可以，马自达也可以。就你们记住了，就是你们人生第一辆车不要买贵的，但是起码是一个合资品牌抗造，故障率比较低。咱们国产的这些车吧，国产的车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底蕴不够，就是它还是不太好特斯拉怎么样？可能我这个人我不太喜欢，但是你看人销量就很好因为我是很喜欢实体店的人，就是我喜欢就是开车的时候我有个挡把。你比如说宝马，就是那个时候宝马就不是出的那个，现在都出那种就是抠的或者摁的怎么样的，包括其他车都是怀挡之类的，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那种鸡腿挡把，我就开着就很爽就是那种就是实体的操作键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是那个特斯拉的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当然可能我真的开的话，我可能也会爱上，但是太奇怪了，那种感觉太奇怪了
马自达空间小是，那你价格也在那呢，马自达又不贵，马自达挺好的，马自达也挺好，就这些品牌其实，包括那什么，包括包括那个什么那个牌子叫什么来着？还有一个牌子也挺好的，忘了。忘了，我完全忘了。对，其实也对，福特，对，福特也好，福特也好。对，我刚才也想说那个沃尔沃，但是福特也很好啊，就是福特和那谁和那个林肯他俩是一家的，而且福特的那个做工也是非常非常的结实抗造的，福特非常的棒啊。你这美系车、德系车，我觉得都很好，日系的就不一定啊。日系反正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日系的，包括衣服啊，包括那种日本的那些就是那个小玩意儿啊，我都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日本的东西，可能日本人骨子里边就可能就是有那种断舍离的那种念想，所以他们就不会把东西做得非常结实、非常非常抗造的那种啊。我相反的，就是美系的很多东西我都非常喜欢，除了特斯拉，因为特斯拉我会觉得操控都靠那个屏幕，我觉得太没具体了解，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啊。我觉得实体店越多，我觉得越踏实。包括我有一个怪癖，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什么，我特别喜欢那个手篓子，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就那个手篓子，你们懂吧？就手篓子你们懂吧？这电子刹车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喜欢那个手篓子。对，我手篓子我很喜欢。你要说就那种摁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啊，它能定住吗？它能定住吗？就是它一摁啊，电子刹了啊，我说这能行吗？很奇怪啊，很奇怪，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咔一抬就对手篓子，对手篓子就是你正常的你停车你不得那个就把它定住吗？啊，有的现在就是摁一下就好了，或者说有的都不用摁，你知道吧？现在有的车就直接你就是就是关车，然后它自动就弄了。但是你那个手篓子一抬上来就特有安全感。对，我不喜欢电车，因为我觉得电车都是堆科技嘛，对，堆科技的那种，对，就是我觉得电车它为什么那么贵？因为它功能多，对，现在 P 档都是直接手刹了，你看那个就是现在国产的那种电车，就是都嗷嗷贵，然后你看那个做工一般，但是里边就是各种什么卡拉 OK 呀，什么大冰箱啊、大彩电呐、什么电动按摩呀，什么就是什么一键躺平啊，就这种，我不太喜欢。我觉得，那你再舒服，你能有家里舒服吗？你谁会在车上看电视啊？啊，谁会在车上看电视啊？我不会啊。我在车上我不会看电视啊，就是我不太懂在车上看电视。那你回家看多好呢？你要说有个小冰箱，我觉得是 OK 的，但你要说在车上看电视，我就很奇怪。而且就是我今天我才知道，就是说现在买车都是自送流量，但有的车是不送流量的，有的车是不送流量的。那你说你看电视这么多流量，怎么办呢？开过电车就回不去了？没有，我是从开电车回来的。啊，我是从开电车开始的。我觉得开油车更好。因为
起码在深圳，你开电车会有电焦虑，会有很强的那种电焦虑。再加上有的小区其实充电桩比较有限，充电也会焦虑，就是你排不上号啊。你要去外边的充电桩，你可能就得跟出租车司机抢。你要是那个在小区里边，你永远排不上，你就得特别早的回家，你才能排上。所以就是充电桩有的都不够，而且你比如说你去外边，有的那个商场里边，你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充电桩被那些油车给占了，你就是会很焦虑。油车就不一样啊，油车其实就是完完全全没有这个焦虑，就是钱包会焦虑，钱包会焦虑。所以就是你买电车的，你要想好了，除非你家是那个小别墅，你家能安个充电桩，而且是安在自己家别墅里的那个充电桩啊，那个是没有焦虑啊。所以就是我其实挺推荐大家买个代步车就可以了，因为这年头你买太贵的也没啥用啊，没啥用。有充电焦虑，当然有啊。你不知道，就深圳有好大的充电焦虑。深圳不是说到处都有充电桩的，你充电桩多，但是你停车位少啊。你的充电桩都在停车位上啊，这是非常非常有焦虑的。你可能在高速上你没有焦虑啊，因为高速那个所有的那个休息站都会有啊，休息站都会有。但是你在那个小区里边，你是非常非常焦虑的。你不要在那块想着说，哎呀，我那个怎么样？不会，就是车位少啊，你可能没有深入了解，我可能没有深入了解。你在说什么？我没有深入了解。我3台电车，我没有深入了解。那谁有深入了解？我3台电车，我3台都是电车，我没有深入了解。开什么玩笑？充电还是第一次啊？那你只能说你见识少嘛。啊，你充电焦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你听说呢？你只能说你见识少嘛。小大夫呢？小大夫在家呀。你住的别墅有自家充电桩吗？因为我现在没有住别墅，不是，我现在住别墅，但是没有那个电车了啊。3台电车没有加装，之前没有啊。小大夫工作了吗？没有。我现在没有电车了，我现在就油车，所以就没安那个充电桩。我工作了吗？我不用工作啊。小大夫有图养，我没啥能力，我还是希望他工作，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工作啊，还是要有个工作，而且就是这是他的人生啊，对吧？
觉得有工作还是好一点，因为我也不能管他一辈子啊，对不对？当我的助理，他当不了，他社恐，他社恐，他是完完全全社恐的一个人，然后又没有眼力见儿，他不行，他做不了这些东西，他又不喜欢。而且我们拍戏，你怎么带他呀？他不吃醋吗？这是可以学，他不学呀，他不感兴趣。他不吃醋的话，人家那个跟我合作的演员也会觉得很奇怪啊。对，所以就是不教他，我们也之前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也不喜欢。当你的男主角行吗？什么叫社恐懂吗？社恐懂吗？我说的话是听不懂吗？社恐，什么叫社恐？社恐懂吗？社恐懂吗？什么叫社恐？谁能给我解释一下社恐？What's 社恐啊？What's 社恐？社恐懂吗？当你的男主角行吗？什么叫社恐？让他一点点适应过来。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他。他本身他自己对这方面不感兴趣，他也，我不是教育学家啊，我没有这个教育别人的那个能力，我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爱好和怎么样呢？这个是完完全全看自己。已经尝试过了，他不喜欢，那我不管。多见人。什么叫社恐？什么叫社恐？我是这社恐。什么叫社恐？社恐就是他不喜欢见人。Do you understand？ 哎呦我的天！Do you understand？ 社恐可以改变吗？他自己不愿意改变，他不愿意改变，你们别来问我啊！你们别来问我了，你们应该去唤醒他，不要来唤醒我啊！我整不了。社恐，这个很难改，不是他不愿意改，对，他就是，现在小孩子不都这样吗？啥都不愿意干，啥都不愿意尝试，啥都不敢，完了还怪别人不带他。我是悍匪，我之前没做酒吧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社恐，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我是悍匪，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是那种特别内向、特别害羞的一个人，就是也是特别要强，然后但是。其实就是我有过他这样的阶段，就是我社恐的时候，然后我就不太喜欢接触别人，我就逃避，就有社交的这种场景的时候，我就闪了，我就躲了，我就躲掉了，我就不想去接触。后来就是因为自己做生意，你硬着头皮对。不是，我之前我真的好害羞的，就是因为你就是要独当一面。就比如说那小大夫，他如果说他是做生意的，你社恐你怎么做生意呢？对吧？他还是没有把他推到那个位置啊，对吧？我那个时候就很社恐啊，对吧？
啊，非常非常社恐。那你就后来你就是你到这个年纪，我30岁了，我社恐，谁包容你？你是社恐啊？我30岁了以后，谁能包容你？因为啊，那个您好，百里屠夫，你是酒吧老板，但你社恐啊，但是我觉得你社恐很可爱，不是这样的，你社恐就做不了酒吧老板嘛，啊，做不了酒吧老板，所以就逼你啊，人生就不会让你特别舒服啊，对吧？就是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所有人都适应力都非常强啊，人的生存能力是特别强的，只不过就是还没有到那个份儿。来惠州做牛马了，什么意思？说我吗？对，哎呦我天，说白了，现在小朋友就是他为什么他不努力呢？因为他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是25岁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开窍了。我25岁的时候，我突然开窍了，然后我突然就是一切都开始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我25岁那年，因为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早恋，然后我就辍学了。然后从那以后，我跟家里一直拗着劲儿，因为我一直都向往，就是说自己去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我想学艺术方面的东西，但家里就不同意，所以我就跟家里拗，就辍学了，就不上了。就你既然不让我学音乐的话，那我啥也不干，我就去打工去。就这样，我跟家里拗了将近10年，我跟家里就是冷战了10年吧，大概10年。后来到25年的时候啊，15年的时候，我还是向往音乐、美术这方面艺术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混了10年，我就几乎能维持自己的温饱问题。然后15年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机会，叫直播。15年的时候，突然有人告诉你说，哎，可以直播赚钱。那直播干什么呀？唱歌，唱歌能赚钱。那之前无非就是那个去酒吧驻唱才能，唱歌赚钱。所以，就人生来的这么一个机遇，我就抓住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做什么都是顺的，我做什么都顺的，而且就非常非常开心。就是15年一个直播，对吧？我就一个直播，所以小大夫他们这一代可能更晚开窍，没踩过坑吗？没有。我从15年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所有的走的路都是特别特别，就是我从15年到现在，我走的每一条路都是我想走的啊。15年到现在，15年到25年，10年，这10年我走的全都是我想走的路，没有任何人逼迫我。都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在计划我未来5年、10年的计划。现在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我前5年、前10年的计划，所以我就很顺了。所以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他不上进也好，或者说他迷茫也好，我觉得都正常，因为他还没有到那个机遇吧，没有到那个年龄，没有到那个阶段。一旦到了那个阶段，自然而然的就各方面都顺了啊。所以小大夫他现在不努力，或者说他逃避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对的呀，是我觉得是合理的啊，是合理的。当然，就作为他身边人还是会替他着急，但是话说到底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在25岁的时候，我也刚刚
而且我又比一般人早熟，我25岁的时候刚刚才顺，所以我觉得他至少得28、30以后。那你看我哥现在都36、7了，他还是没有活得特别顺，他也没有找到自己想做什么。我哥都36、7了，他还是没有摸清楚人的方向，他自己的方向。那我觉得也正常，就是这样。就是人阶段啊，就包括你买车，你沉迷车是一个阶段，你沉迷谈恋爱是一个阶段，你沉迷事业是一个阶段。所以只能就是说着急嘛，对，只能没有一直顺境，也没有一直逆境。对小大夫绝望了，愿意等他觉醒吗？我没有对他绝望，就是绝望这个事情，我觉得太奇怪了。我没有说对他绝望，我觉得他一切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不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了，就很简单。对，我想我人生我想快速的往前走了。我想就是因为我有好多的计划，好多的方向，小大夫是跟不上的，对吧？就小大夫他就比如说我想吃1万块钱的日料，那我可以带小大夫吃，但是呢有的时候那小大夫不喜欢吃，那我就要跟一起喜欢吃1万块钱日料的人一起吃，而不是说强迫他一定要跟我一起吃，或者说强迫他喜欢吃日料，能懂不？就是人生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拽他，或者是催他，或者说要求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这不是拿钱培养的这回你们能懂吗？就是我跟小大夫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我想要的是豪车豪宅，然后我为此去努力，但是他可能要的是小日子，那两个人努力的方向包括节奏都不一样，那怎么能在一起呢？对吧？那怎么能在一起呢？就是我要去赚豪车豪宅的钱去了，然后他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那如果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我的豪车豪宅那就是泡沫了，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会不开心，因为我有那么多梦想没去做。但是呢，你要让他跟我一起去奋斗豪车豪宅，他又不想，他觉得压力大，或者说他觉得我强迫他灌输他 PUA 他，那很累的。就是人不同的阶段，你就不要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就是唯独的办法就是放手嘛。这回你们能懂不？这就是分手的原因，这就是分手的原因对，那没办法呀，那你就是这样，那你他已经跟不上节奏了，他也不想太累，对，他不想太累，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就是最近我今天去办签证了，然后我特别想去日本。其实我这个去日本之行，我大概筹备了半年，我特别想去日本，但是呢，因为小大夫签证下不来，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包括小大夫他也没有太多的，因为签证他需要各方面嘛，
只是房产呐、存款呐、流水啊这些东西。有的人说花钱能办，其实有些东西是办不了的啊。然后我能办下来，小大夫办不下来。而且呢，就是可能对于小大夫而言的话，他可能现在的这个方向是他要去赚钱，他要去工作。那我呢，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就是我开酒吧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忙碌了将近四五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没有休息过，我也没有放松过，我就急切的我想去放松一下，这就出现了问题这就出现了问题，就是我想出去，然后我们是情侣的关系，我要带他出去，他出不去，而且他应该去赚钱，因为他这个年纪他应该去赚钱，但是呢，我要自己出去的话，我非常内疚我非常非常内疚，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那种感觉是，你对象在那块苦逼的那个打工呢，然后你去日本去旅游去了，就是你想想，你还是不对就是很为难，所以这个事儿我一直一拖再拖，我完成不了。去日本有什么那个要求？日本的要求就是你要有那个房产，而且就是就是不能有贷款你像包括你要每个月就是比如说你要签一次的这种签一次的你要满足就是工资可能要多少钱，然后每年的那个持续交社保，然后每年纳的个税要多少，还有什么就是就是余额就是余额好像要10万块钱以上，对，好像要10万块钱以上，这小大夫都没有，对，小大夫满足不了，就是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满足不了对。我打上去就好了，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你是听不懂吗？就是有些孩子看直播看不懂吗？是看不懂吗？他看的不是余额找对象就找金牛座，他会辅助你事业发展。是的，我觉得金牛座还是挺在乎物质的，所以就是你要找一个金牛座的话，他会真的跟你一起奋斗但是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不想奋斗对，可能他没到那个年纪所以我跟他就是后期就觉得太累了还没天黑，我在深圳，而且这有路灯这有路灯。日本工资要1万，是的，就是它有很多条，对，很多条，签证这个东西就很难，对。分手了吗？分了分了，所以就是我觉得都合理就都能接受包括分手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就也很正常是我俩就是也还是亲人家人的关系。你看，虽然说他这个车不是我给他买，但是你看我跑前跑后的给他看，对，我跑前跑后的给他看，然后包括房子也跑前跑后的给他看。我就想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分手了，但是给他该安排明白的都安排明白嘛，对吧？就是剩下的他要不努力的话，房贷车贷催着他应该就努力了这些东西不是说我去催他，我作为一个情侣
前任的话，那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催一个人上进，但是银行会催。大虎是零吗？大虎我不知道哎，我没跟他那个处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零。旅游我喜欢大溪地和西安本纳，我不知道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在哪儿。有压力就有动力，就是这人各有命，我觉得就是好吧，那你不想按照我的节奏走，不想按我给你规划的走，那你自己走走试试，对。但是我要走了，对。我是一吗？我做过，在一段感情里做过零啊，在一段感情里做过零，然后我其实我会觉得说10，10的话，我生理我觉得就是还好，但心理的话，我性格就比较强，对我性格会比较强，所以我谁也不会找一个强势的零吧。对对，我偏一吧，我只能说偏一。但是如果说对方比我强的话，如果说对方比我强的话，他能征服我，就是气场啊，包括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磁场，他能征服我的话，我也可以试着，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啊。就是咱那个是没有跟那个，就是没有谈过一，之前的那个谈的那个一也是异地恋。我是异地恋，所以就是俩人也没在一起生活过，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那个时候就跟闹着玩似的，但是现阶段我觉得对，比自己厉害。我说的比自己厉害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存能力比我强，对，他的生存能力比我强。他的工作能力比我强，他的学习能力比我强我觉得这样的人我可以做零，对，就是他在那方面他能就是完完全全能强过我对他是有崇拜感的，我觉得 OK。但你要说就是他那个没有我的浪还有贝格，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看中的点？你就是不浪或者不贝格不。time 浪，我觉得我都可以，就是我不太在乎那方面的东西。对啊，比你有钱的可以吗？比我有钱分很多种，有钱有的是富二代的，我就不会去接受。富二代我不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富二代的都是没断奶的人。对，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他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然后他在一些领域里边，或者说他有一定的社会的地位一些成就我觉得这种我会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比如说他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健美冠军，他是一个什么那个厨师大赛的1等奖，我觉得这种人他某一方面比我强，那我就会觉得很好，对，我就觉得很好。那你想想，就是他这方面比我强，我就觉得很好，对，能懂吗？就是我喜欢，对，就是像你们说的是精英，对。对，有闪光点，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太在意，就是说那方面的生活也不在乎就是他有没有钱。我觉得钱这个东西你身上有闪光点，或者说你是一个精英的话，你的钱肯定就是比一般人要多。那其实我更在乎的就是你身上的人格魅力，
啊，对，你要身上有人格魅力的话，我就会看到，我就会羡慕或者说崇拜，嗯，对，我喜欢这种感觉。钱这个东西，我这么跟大家说，我虽然说不是说特别有钱的人，我我不是特别有钱的人，我最有钱的时候，我的身家也不到千万级，现在也就是百万，我现在也就是百万。那但是呢，就是这个百万，其实，我觉得我是有能力去创造价值的，能创造财富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钱这方面我不太焦虑，而且我起码我觉得我5年之内我不工作，我其实是也能活得很好的。所以就是钱这个东西，我真的现阶段真的不太看重。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体验一些我之前，就比如说前几天我跟小大夫的关系其实很僵，因为我们分手了嘛，分手了，但是呢，其实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尴尬，我俩相处，因为他还住在我家里嘛，我会有一点点尴尬。然后，但是呢，昨天还是前天，我们一起去了那个山姆，就去山姆这件事情就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没去过山姆，就是我很想体验这种感觉，因为山姆还跟一般超市还不一样，山姆是那种偏那种美式的那种超市，就它，哎，就那种感觉啊，我就觉得去了山姆，我就觉得说，哎，我今天去山姆了。就是这段时间最开心的事儿，是因为我去山姆了。我想感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体验，就是这种感觉。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所以就是我就我对生活的要求就这么少，对我就这么少。但是我就要求你生活是要有新意的，你生活是要不同的体验的。哪怕每个月赚的少，但是我们去比如说我现在我还没有去滑过雪。你看我东北人，我没滑过雪，我没有去过加拿大，我没有那个就是那个系统的去跟别人去什么跳操、跑步，没有练过跆拳道什么的。我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能带我去做这些事情，或者说鼓励我做这件事情，我会感谢他8辈祖宗。对，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它就是好的生活，跟钱不钱没关系。但是我很怕的就是什么，他是个富二代，他每天就知道喝酒，我每天就陪他喝酒，然后我们一起在酒吧里认识很多人，然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然后到最后俩人四目相对不说话，然后每天晚上去喝酒，这种生活我就觉得够的了，这就够的了啊！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还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我去吃了一个去吃了一个那个美式的那种，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一堆海鲜、玉米、火腿肠，然后就是就是往桌子上一放。然后就是在那块吃，然后还要给你上法棍，给你上那些东西，反正就是也是美式的那种。我吃了，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体验了，我觉得原来他们的饮食是这样的。包括就是我第一次去吃日料，我都不觉得好吃，我也不觉得说环境有多高档，但是随着我去日料比较多了，去吃那个 omakase， 去吃那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会告诉我说，日本的 omakase 是什么那个状态，然后就是你要感受些什么，然后包括喝酒的时候你要选杯子，吃寿司的时候你要选筷子，那种仪式感我就爱上了。对。
那种仪式感我就爱上了。我就觉得啊，你喝个清酒，你换就是你喝清酒，你要换不同的杯子，然后你要喝就不同的清酒，要用不同的杯子。我觉得这种仪式感我觉得很好。就是我见识的越多，我觉得人生越有意义，越有趣。我觉得这是我向往的生活，而不是说每天就是那种小日子，我不喜欢，我完全不喜欢。你让我天天就一成不变的生活，我烦死了，我能烦死。对，分手之后住在一起需要分房睡吗？我没有那么多房，而且我俩他妈都他妈前任了，我俩是前任，我谁没见过谁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还要分床睡，那不是那个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对吧？你装什么？你俩是前任，完了还要分开睡，你装什么？奇怪嘞。在一起又和好了，不会，生活的方向不一样，生活的方向不一样。你就像我现在，如果说我催他找工作的话，我都觉得我特别奇怪，你们懂不？就是如果说我跟他是同样的状态，我也在工作，然后我在打工养着他，我觉得我催他找工作，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是不工作的情况下，然后我催人家打工，然后去养活自己，说出来就觉得奇怪。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如果说我是一个打工的仔，然后我每个月赚8000块钱，赚2000块钱，赚5000块钱，我养着他，然后我有生存压力了，我要求他去找工作的话，我觉得这是合乎常理的。本身我的生活条件就还好，也算是中上等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天天催人找工作，人家就你知道，就是黑粉或者说网络喷子就说啊，你那么有钱，你还催人家找工作，你养他呗，就会突然给我来这么一句，然后我就心里我就会觉得奇怪了，我养不养他，他找不找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我养不养他，他都要有一份工作，对不对？那现在就是大家就会道德绑架，就说哎，你有钱你就养着他呗，你天天你逼人找工作，所以就是我就觉得确实我也不应该催，就是他的人生他自己做主就好，就 OK 了，就完事儿了，就不要扯那么多了，对。他没想过吗？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要去逼他，我要去说太多的话，大家可能觉得我苛刻，但那些事情他依然没有解决，就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跟他沟通也沟通不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对，沟通不了。哎呦我的天哪，我每次都是沟通不了。他不说话，你知道吗？一到说正事儿的时候，我俩是那种就是什么呢？哎，聊吃什么，聊看什么电影，哎，聊那个就是今天晚上那个，这他的话就来了，小骚客就来了啊，就开始跟我腻歪，老公怎么样的，就开始跟我腻歪了。每天就只要说这些屁话，就话特别多。一旦我就说，行了，该做的都做了，你也爽了。是不是应该找工作了？我觉得你应该找这份工作，这份工作还可以，你应该去投个简历。我说话你听没听着？啊，听见了。那你都投简历啊？你这不找工作，那你以后吃什么呀？咱俩现在都现在都没什么钱了，也不像之前了。你是不是你得找个工作？你以后就有房有车，你不得自己养，车贷房贷？我又不是你亲爹，我能管这么多吗？
我说你听没听见啊？啊，知道了。那你都找啊？哦，再找啊，就这种。他就给我打太极，我一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就装听不见啊！我再找他磨叽啊！啊哦，我再找，就这种。那你跟他说什么？你说不下去啊，受不了。没办法交流，我跟他交流不了。就是交流不了，就是交流不了，就是交流不了。我是尝试，我们都在一起2年了，我就是交流不了。要不然能分吗？但凡能交流，就会就怎么的？他就是各种，包括我也跟他说，我说咱俩的状态不一样，我比你大9岁。我说我这个年纪可能在生活上可能有一些积蓄，有一些之前奋斗的一些积累。我说但你不一样，我说你这个年纪正是在努力的时候。我说现在那个房子首付也给你付了，然后现在生活又很清晰很明朗，那你就赶紧去找个工作，然后自己去还房贷呗。我说现在咱俩又分开了，我说那你这些东西你要自己给自己压力，自己要活下去。我说以后我也不一定在深圳了，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你现在各方面都有了，那何必不努力呢？他也不吱声。不吱声，就是哎呀，那不吱声。所以我觉得都能理解，就都能理解。但是我替他着急，但是我想一想，过一段时间我就走了，我也不必着急了，我也该放手了。对，也该放手了，就是让他自己好好的去经历，去想一想。我就对，对我就不说教了，我就不说了，以后我都不说了，这是他自己的人生，对，我不说，因为一旦分开了，我不在他身边了，我也不会这么烦躁了。我跟他在一起，我后期我就很烦躁，我就觉得很着急，为他的事着急。但我后来想一想，这是图什么呢？对吧？对，图什么？我不图，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跟他在一起，我干嘛做自己不喜欢的人呢？就好比，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惠州买的房子。花了100多万买了一个期房，花了100多万，惠州买了一个100多万买了个期房，就平均1平米在1万块钱左右，惠州。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这几年一直买了很多房，然后包括我对惠州也是有一定的了解。我说1万块钱买期房买在惠州。我说惠州特别好的房子，一个月不是这个1平米也就是9000块钱，你怎么花了1万块钱还买个期房，而且还是毛坯？深圳现在的房子大概是9000块钱带装修，然后现房，然后平米又比较就是那个环境又比较好，物业也比较好，就大概是这个价位。他花1万块钱，然后买了个期房，又是毛坯。我听到以后，因为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听到以后我就特别着急，我就喝了点酒。那天我正喝酒呢，我听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大半夜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的意思就是赶紧退了，怎么样的，我就想打电话。后来他没接以后，我酒也稍微醒了一点，然后第二天我就想起来了，然后他问我干啥，大半夜给他打电话，我说没事儿。然后我就
真的庆幸自己没给他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因为你变成我为什么庆幸？因为我要是给他打电话说你这个房子买的不对，你这个房子买贵了，你怎么，你这房子啥也不是，你不能买这个房子，那我变成了我讨厌的人。就是买房子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而且人家已经买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打电话告诉人家买贵了，买的不好，买错了怎么样的，那人家首先这个房子是改变不了的，第二点你破坏了别人的开心，第三点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干嘛就给人指挥呢？所以我就庆幸我没有打这个电话，我没有跟他交流这个事儿，因为我在买这个别墅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怎么买这儿啊这么偏，哎呀这买贵了，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这么讨厌，因为你已经买完了，你就不想听这样的声音。我差点做我讨厌的人，你们懂这种感觉吗？所以说你做人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叭叭叭叭你就给他指挥啊，是这样的啊，就不要去，因为便宜贵我觉得他都买了，那不重要啊，不重要。对，不要多嘴。你说的有什么用呢？对吧？对，你们分了，那别墅和车怎么分呢？这个风云呐、这个风云的这个问题我都想笑。风云你多大年纪啊？风云你多大年纪？啊，风云你多大年纪？25岁啊？哦，那确实也不是不懂这些东西。确实也不懂这些东西。风云，你还想知道答案吗？你是真心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那我就给你解释一下。你要是随便问问，或者说你已经知道答案了，那我就不给你解释了啊。你也想知道答案，看你想不想说。我可以说呀，我可以说。那我俩在一起，首先这个房子和车都不是他付的钱，就是他也没付过钱，他也没帮我还过啊。对，那怎么能给他呢？第二点就是他的生活费都是我给的，就是他跟我在一起所有的开销都是我啊，他跟我在一起2年，所有的开销都是我。啊，还以为你赠他的呢。你们是看那个偶像剧看多了吧？啊，你们是看偶像剧看多了吧？还是你们觉得说我都已经就是富甲一方了？是不是有一些台湾剧给你们读成这样了？2年，啊，2年，我俩在一起2年了，啊，看你的剧看多了，我这个房子不是给他买的，也不是给我自己买的，是给我妈妈买的。就是首先我是没住过别墅的。然后我对别墅一直有一个执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种菜，喜欢种园子，因为我家里是农村家庭嘛，所以她住那个高层，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我又会觉得说，就是想让她，因为我爸爸过世以后，我就觉得说，就想让妈妈过得好一点，所以就把之前的那个给她买的房子就卖掉了，然后买的这个别墅
啊，所以就是改善妈妈住的环境。我以后也不会在这个别墅住，就是给妈妈买的，所以不是说给小大夫买的。我是我身边没有给对象买房子的啊，我也没那么大能力，我最大的能力我就是给他付个首付，我也没有多大能力去给他买个房子啊。肯定趋势是一户建，哎，特立独行，我觉得你这个人的思想真的好厉害啊！特立独行的人，我觉得你的认知和你的思想，我觉得是，就是我跟你的思想是一样的。我觉得以后就会变成这样，因为现在人口少了，然后地方多了，大家可能更就是会改善自己的就是居住环境，可能都会变成小别墅啊，会变成那种就是改善型的住宅，就是可能大平层啊这种，所以就逐渐的可能会往这方面靠了，对。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觉得以后是这样的啊，一户建，你这日本文化，但是我觉得其实中国未来几年可能就会，就是可能会，就是可能会走日本的老路，对，越来越会变成这样啊。小大夫现在有房贷吗？他现在在走贷款啊，他现在在走贷款，可能以后就会有房贷。他现在，因为我跟他去看了一个那个，一个算是中高档小区，也不是中高档，就中上等的一个小区的一个住宅，然后去80多平的一个房子，给他付了个首付金，我也没有说是没，就属于付了10%吧。对，我给他付了个10%，惠州的房子特别便宜，付10%不算啥钱。那人家跟我在一起2年了呢，对吧？而且以后还是家人嘛，对吧？还是有关系的呀，我觉得，维修费用都会很高。分手以后不找男人吗？不寂寞吗？分手以后找男人吗？首先，我对性的需求就是比较不像你们一样，就是你们就是如狼似虎，就是饿的狼娃的叫，我不是那种，就是我首先对性这一块儿，就对肉体这一块的需求没有那么强，我可能心理诉求会比较高一些，就比如说，精神的层面的东西，我会寂寞，但是身体我不会。身体我不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分手了以后，什么不寂寞吗？我没说我不找啊，我只是不找恋爱而已。咱们没事也去按个摩什么的，对不对？咱们就是，哎哎，就是咱们也不能说寂寞吧，以后可能说更开心了。对，对，格局打开啊，遇到合适的也给他。我没有想谈，我这几年我其实没有想谈，我没有想谈。对，我这几年没有想谈，我就谈了2年恋爱，我其实有点累了，我有点累了，我觉得。而且这2年恋爱，我觉得会让自己算是跟原本计划的我其实是就属于退步了。这2年的感情，我不说好与坏或者对与错，但是我起码我会觉得说谈了这2年的恋爱，让自己退步了。是我想通过起码3年的时间，让自己快速的在提速上去，
再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里边。单身其实做很多事情就没所顾虑，然后包括行动力可能会强很多。对，谈恋爱其实你就是有羁绊、有责任、有很多东西，那就会走慢了。走慢了。是的，我会这么觉得。就是我其实以后可能好好工作呗，就好好的去拍剧啊、写歌啊，然后去学习啊之类的，我就想这样做。对，因为我真的就觉得说谈恋爱会让自己就是慢下来会让自己慢下来。对，就是还是要回归于平静，然后让自己沉淀下来。谈恋爱就是会太柴米油盐了，因为就是起码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特别是北京的朋友，因为北京都是做自媒体方面的，做媒体方面的人，公关方面的人都说巴里屠夫其实这里就是没想到你做酒吧做了3年。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就觉得说我做酒吧就是玩一玩，玩1年以后失败了以后就会赶紧的就是重新回到所谓的自媒体这个行业。他们没有想到我是这么执拗的人，没想到我会执拗3年，在这个行业里边。这3年其实他们会觉得我有点浪费时间，就是我的擅长的领域我不去做，然后我现在在做我自己不擅长的事儿，然后又花了这么长时间，就觉得很浪费时间。所以他们就是会这样评价，就是会觉得说这2年时间，起码2年时间我是浪费掉了。那我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什么事儿我做不好的话，我就一直都想把它做好，所以我才用了3年的时间。所以现在及时的调整过来及时的调整过来，就是可能今年我再报一下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我看看我能不能考上。如果考不上的话，明年我还会试，就是因为还是去想学一学这个高级的拍摄的技巧一些就是层次就提高一下自己。所以我是有做好计划的是有做好计划。60岁农村老头，60岁农村老头家里没有 WiFi。60岁农村老头现在在那个就是喂牛呢，没有时间上网。60岁老头60岁老头人明天得起早送那个牛奶60岁老头人现在就洗都睡了你这个点你不行。小康饺子导演，我觉得饺子导演是非常执念的一个人吧。就是我看他的那个采访，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就是就做事很癫狂。就是我觉得这个饺子的这个导演，就是我觉得他很多的，就是他什么事儿他都想亲力亲为，且就做到最好，创造最好，最尽善尽美的去完成它。我觉得一般人是不想这么做的。你像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事情是有空间的，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也能做得更好，但是我不想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着下一部戏我变得更好。但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你这一部戏这一个作品就一定会不改是这样。只是我后来我发现了，只是
其实真的应该像他这种精神是对的，就是每一次都当做最后一次，把最好做到最好，然后展现出来，不要留有余手啊。所以就是这个人他能成功，真的不是侥幸，就真的很厉害啊，他真的很厉害。起码我看到的那个就是那个采访，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人很好啊。但你要说哪吒，我觉得有多好看，我没有觉得多好看啊。你要说哪吒有多好看，我真的没有觉得多好看。但是我觉得哦，确实很用心，他值得这个结果。但是你要是让我觉得说多好看，我没有觉得啊，没有觉得。哪吒一，我觉得哪吒一我都看不下去，哪吒二为什么我能看下去？因为哪吒二，确实故事节奏很紧凑，就是他无尿点啊，无尿点，就是哪吒二没有尿点，就是他完完全全就是紧凑，然后不会让人打瞌睡。至于说特效什么的东西吧，因为我看的是那个也是3D，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吧，我看3D 非常不舒服，因为我散光加近视，然后我看那个3D，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3D 我觉得非常的不清晰，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我看3D 我觉得非常不清晰，而且画面很暗，我看不清，就是我感受不到那种状态，就是我没有觉得3D 能达到我心里的那个效果，反正我都非常不舒服，我每次看3D 都非常不舒服啊，所以就是我 get 不到那个就是特效有多好。对，我每次一去看3D 电影我都头疼，我不是那个头疼，我不是头痛啊，我就觉得啊，它效果真的是这样吗？它只能做成这样了吗？反正我觉得，看3D 我很辛苦，而且我觉得画面好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画面为什么会这么暗？对，画面太暗了。我就觉得挺搞笑的。哪吒我不觉得搞笑，哪吒的搞笑的点就是因为我笑点比较高吧，我笑点比较高，我觉得哪吒不搞笑，他的梗挺一般的，就是他没有像抓娃娃呀，像那个李焕英这种梗，就是那个沈腾和那个贾玲他们的这个笑点，我是觉得很好笑。但是你要说这种就是哪吒的笑点，我不觉得那是笑点，我觉得没看哭，我没看哭，因为因为你知道我们看这种东西吧，看的是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们不会，我们不太会就是说融入到这个剧情里边，我们可能看的就是说他这边是为什么要这样拍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缘故，他这边拍的挺好的，这边他那个台词写的蛮不错的，这边他为什么就是突然安排一个人死了，他是有用意的，所以就是我们看的是这些东西我们看的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就是看的是结构，对，我们看的是结构。就好比你是做饭的，你是做你是做，就比如说你是大厨，然后你去一个餐厅里边，可能你吃的不是环境和味道，你可能就吃他这点做得好，对，对，就是
没有那么融入。李焕英好看，李焕英我觉得笑点很好啊，就我很喜欢马丽和那个沈腾还有那个贾玲他们的那个是幽默的那个笑点啊，我很喜欢。抓娃娃我都笑死了，你现在让我再看2遍我也能看下去。现在那个只要我刷到那个夏洛特烦恼我都会再看，就只要有片段我都把它看完，就是我很喜欢这种笑点啊。对，我很喜欢。比如说那个热辣滚烫，我也觉得很好啊。就人人都说李焕英热辣滚烫都不好，我就觉得蛮好的。就是热辣滚烫我觉得很好，就是反正我看完我就有一个感受，我就说，哎，可能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好多人会去找死角。所以就是不一样。我对很多东西的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对，贾玲减肥好不好？是对她还是对我们？对她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她自己的事儿。对我们好不好？别人的事儿。对你好不好有什么用？对，就我觉得这事儿不关我们的事儿啊。热辣滚烫剧本普通啊，应该这么叫热辣滚烫。热辣滚烫，我觉得名起的也行啊，就是中规中矩吧，我觉得这个名儿。然后什么火的，就是因为贾玲真去做了。我觉得贾玲演东西，她就是会火呀。我觉得不是她做没做，你做了肯定会加分，但是如果说贾玲没去做的话，找了另外一个人去演贾玲瘦了之后，我觉得也会很好，因为她剧本是有笑点，有笑点，然后哭点我觉得也有吧，然后包括她的那个剧本的紧凑程度，我觉得都好啊，前面都把我笑死了，对吧？我觉得前面都把我笑死了。贾玲做不做？我觉得你哪怕就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现在化妆都特别厉害。那如果说贾玲瘦了以后是杨紫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瘦了以后是杨紫穿着连衣裙然后在海边，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她前面足够的精彩啊。我不觉得说一定是她减肥了才火啊，她减不减肥我觉得不太重要。你现在拎出一个贾玲，拎出一个沈腾，票房就是我觉得都是在15亿以上了啊，他们有这样的票房号召力啊。好东西看了吗？我看了，好东西是那个就是那个是那个什么宋佳的，是不是啊？好东西是宋佳的，是不是？我看了，但是我没怎么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太喜欢上海的，可能有点地域的，就是我不太喜欢上海的那个文化的那种剧，我不太喜欢。对啊，我不太喜欢有上海文化元素的这种剧，我看不下去，因为我觉得上海，就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好像是马伊琍啊还是谁，不是，有一个什么电影叫什么《爱情神话》
啊，爱情神话，就是我看了，我也不觉得，就是评价也很高，我也觉得很高，但是因为它里边有太多上海的元素，我就不太喜欢啊，就是我不太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那个底蕴文化，我不太喜欢，我就是不喜欢。可能有的人他也不喜欢东北的那个底蕴文化，就我觉得这个完全能理解。就我觉得上海的那种劲儿的那种东西我都不太喜欢，就哪怕是那个繁花，繁花我也不太喜欢啊。繁花也就是虽然说繁花我看完了，我也是追完了，然后我也觉得怎么样，但我觉得他要是北京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我会很喜欢。就比如一个什么简单，就是戚薇演了一个北京女子图鉴，然后紧接着出了一个上海女子图鉴。北京女子图鉴我看了好几遍，上海女子图鉴我看不下去。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就觉得啊不喜欢啊不喜欢。有没有谈过上海的前任？没有，我谈过浙江的，浙江的好看的太多了。上海没有人怕死我，我也没有怕死任何人，我只是会就不喜欢上海那座城市，我不太喜欢，说不清。可能因为我在那边丢了，就是我对上海是大家出来玩也是 AA 制，然后吃的东西也不顺口，然后我在上海还丢过手机，就是就是那个人的个性也有一点点奇怪，我不太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上海我是真的不太喜欢，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奇怪，这座城市就是让我会很不想去，不喜欢。我几乎上海元素的我都不会弄，喜欢成都吗？我之前喜欢，可能近几年可能我之前挺喜欢，我这几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了，可能总去还怎么着，我不知道。之前很喜欢，之前就觉得说吃的也好吃，包括我都梦见过好多成都的一些梦，然后很喜欢。但是这几年不喜欢了，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广东生活过，然后就觉得说东西太油了啊，太油了。然后四川的方言也不像之前，因为我觉得之前听四川的方言都觉得好好听，好亲切。现在不会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对，就现在我要去四川吃，我只会吃，就是我现在能想到四川的美食，我只能想到有没有四川的？不是，有没有成都的？四川有2个美食，我觉得我去成都我一定会吃的2个美食，一个是那个POS 酒吧前面的那个小摊儿 ，POS 酒吧，然后就是马路对面，然后有一堆那个小摊儿有一些小摊儿，然后就是有那个炒饭，有那个烧烤，有猪脚汤就是那个 POS 前面有一个小摊儿，那个我会去。第2个就是那个叫金芙蓉耗儿鱼，金芙蓉耗儿鱼，因为我之前我真的我
我在成都待过好几年，我就听说过耗儿鱼，也吃过耗儿鱼，但我不觉得耗儿鱼好吃。然后我每次就是我大概10多年前，我走在成都的街，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耗儿鱼店，人那么多人，而且大家就在那吃鱼。我说这鱼有什么好吃的？而且有刺吗？我不明白。然后直到我3年前还是4年前，我跟一帮朋友去吃那个耗儿鱼，叫金芙蓉耗儿鱼啊！我的妈呀！就是导致我现在一去成都，我就会去吃。我带小大夫吃过，我带我的员工们吃过，我就是反正就是好吃，我就是每次我都要吃。就是好吃，就是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金芙蓉耗儿鱼，在那个离九眼桥不远啊，对，离九眼桥不远，金芙蓉耗儿鱼，在那个，反正就那个是哪儿来着？反正就东门那边吧，啊。对，东门那边，去东门大桥那边，离那不远啊，我只能说离得不远，但我具体我忘了是在哪儿了。金芙蓉耗儿鱼真的好吃，就你要，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吃4斤，我能吃4斤鱼，然后还要配米饭，好吃啊，好吃啊，金芙蓉。就是它没有刺儿，没有异味儿，然后肉是那种紧实的那种感觉，就跟吃鸡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吃那个兔子肉，就是那个反正就是那种瘦肉的感觉，又很嫩的那种肉啊，好吃。龙王庙嘛，我不知道是那个是在哪儿，反正就是在那附近啊。我今年就打算做呀，今年打算跟那个Vanson 会跟 Vanson 一起做啊，Vanson 对，会跟 Vanson 一起做。就我剧里的那个搭档，那个叫 Jason， 就我剧里的那个叫 Jason 的那个，我俩会一起做一个旅游类的节目，全国的逛吃，我俩会带着那个就是那种记录生活的那种状态，然后去走一走，溜达。本来是想跟小大夫一起做的，但是小大夫他不喜欢，随便吧。行了，我不播了，我要眯一会儿，等会儿我要开长途，我要接到我妈妈，我要开长途了，我眯一会儿，好吧？我眯一小会儿，我不播了，我有点，然后眼睛红了，你们能看见我眼睛红了吗？能看出来我眼睛红了吗？这是因为我睡眠不够。对，我眼睛红了，你看我这，因为睡眠不够，然后眼睛干涩。拜拜吧。